一卡车醋坛子都打翻了，还嘴硬。小朋友，你家住在哪一栋啊？你爸爸妈妈呢？哇，你的面具好可爱哦！田径直送给你。你认识我？我都有10后的粉丝了吗？虽然这花本来就是我家的，但还是谢谢你。快回家吧。啊，你要去我家玩啊？一会儿你爸妈来找你，可不许说我拐卖你哦。我爸妈不要我了，为什么呀？他们嫌我吃的多。要不要我拿酸奶给你喝啊？这小鬼头跑哪儿去了？哦，你跑得倒挺快啊！给你的。你又借花献佛啊？你们家的小朋友呢？你们也不要他了吗？不是不要的。他也吃的太多了吗？让我看看你的脸好吗？喂，你等等！学长啊！妈妈，你慢点跑，别摔倒了。嗨，谁？你是谁？认不出来吧？云真哥，你这一大早在这装神弄鬼的干什么？不是装神弄鬼，我今天要出门。嗯？出门干什么？你想啊，1周的期限，今天是第5天了，估计房东大哥到最后也查不出来啥，我得早做跑路的准备啊。要准备什么？钻戒啊！啊？今天买好钻戒，明天跟叶美笑求婚，后天跑路，怎么样？完美吧？不对呀，哪里不对？一般像你这种糟糕的情况，不是应该狠狠地把对方推开，让他伤透心、忘记你，然后再去寻找新的幸福吗？那我怎么办？你就独自默默地承受痛苦就好了呀。切，你说的那是房东大哥的套路，我是坚决尊重对方的选择的。那万一美笑姐不答应你的求婚呢？别一大早说这种丧气话，好不好？那我就祝你们幸福。我要去田小姐那边了。等等，我跟你说这么多话的目的是，你一会儿跟我出门。啊？
早餐不合胃口吗？我昨晚梦见薛长安了。你怎么会知道是他？之前在梦里见过，而且我让他回家，他就往屋里跑，还自己拿酸奶喝。你都说了这是梦，别难过了。他还说，是不是我们嫌弃他吃的多，早把他忘了？你说我们当初是不是应该把他带回来，好好安葬了呀？田小姐心情不好，我是去给她买她最喜欢吃的蛋糕。你是自己偷偷躲进车里的，我完全不知情。知道了，知道了。你不就是怕被房东大哥骂吗？要是被发现了，你就说是我拿着刀威胁你，让你开车出来的。这个理由一点都不可信，还不如说是你拿钱收买了我。行了，先去银行吧，取了钱给你100万，100块。吃着吃吧。其实你可以像之前照顾田静植一样，留一些营养针在这里，让Line学习一下怎么注射，或者我自己学也可以。你跟田静植怎么能一样？我早就跟你说过的，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吗？其实我每次来，也不只是注射营养针那么简单，我还要做一些检查，监控超级宝宝的发育和你的身体变化情况。在生下超级宝宝之前，我们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快吃吧。江以恒，方晓勒索过薛灵巧的事，你有告诉过别人吗？方晓，就是那个红时光的前秘书。哦，你不说我都忘了。出什么事儿了吗？没什么。老大应该也知道方晓的事儿吧？会不会他跟别人讲过？你一直在做超级人类的研究，我有一个假想，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说。普通人在经历某种刺激的时候，会分泌肾上腺素，为身体活动提供更多能量，使反应更迅速。这种肾上腺素对超级人类有没有同样的作用？普通人类的肾上腺素是可以人工合成的，对超级人类的作用应该是非常有限的。那如果是人体自发产生的肾上腺素，又配合这个人的血液和干细胞等等进行了再次合成呢？有没有可能制造出一种超级人类的兴奋剂，让你和我这样没有进化过肢体的超级人类，都拥有和薛灵巧一样的行动能力呢？哎！上次我带了一背包钱跑路，跟 S 组织的人打架的时候弄丢了。丢哪了？下水道里。干嘛在下水道里打架？不臭吗？当然臭啊，但怕被人发现嘛。
后来我就跑到酒店客房里去洗澡，结果刚擦完沐浴露，开房的人就回来了，我就只能裹着个浴巾，躲到天台上。后来呢？后来还好下雨了。冯东东，我突然觉得你早上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我还是先陪你去买钻戒吧。营养针打完了吗？老大，我都快到实验室了。超级宝宝情况怎么样？暂时还算正常。白露呢？身体状况也还可以，不过他今天问了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奇怪的问题？田静植，他还好吗？忘记带东西了吗？不是，临时取消会面了。啊。邱总，参会的人都到齐了，可以去会议室了。云正哥，新手机也买了，钻戒也买了，我们这就回家了。放风结束，回监狱吧。你刚才说田静植今天心情不好，是因为梦到了小福星？对啊，说的也是。我想到我干儿子没了，心里都不舒服。还有白露，离开之后独自一个人，一定也很难过。她可是小福星的小妈。也不知道白露去哪里了，真应该去看看她。我知道呀。你知道？大小哥，你晚点要跟白露视频，我给你装个录像软件吧，把视频录下来，随时可以再看。好啊。冯东东，你也不怕房东大哥把你剥了皮？竟然私自装定位软件！白露也算是我的半个师傅，虽然我做不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定位到它的大概位置，也算是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吧。有出息啊！我会为你保密的。既然这样，我们去找白露吧。好呀。
云真哥，白鹿应该暂时就住在对面的2个小区之一。咱们可说好了，只在这里等2个小时，没看到白鹿出小区的话，就马上回家。这么大范围啊！我怎么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本来就是碰运气的呀。你先看着吧，我先去商场上洗手间，顺便买点白鹿爱吃的。喂，女朋友，这是我的新手机号，你存一下吧。当然是存成超帅男朋友啦。你说什么？李教授越狱了？好，我马上过来。女朋友，我才发现你的声音这么好听。哎，再陪我聊一会儿嘛。最后一次约会的主题，当然我来定了，绝对会给你惊喜的。女朋友，我突然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那是白鹿吧？为什么怀着孕？云真哥，不是说好了你不能随便下车的吗？快开门，白鹿！我看到白鹿了。白鹿？白鹿在哪儿？没看到呀。刚刚明明还在的。你是不是和薛灵桥在联系？我在协助他找凶手。你今天出门干什么去了？去图书馆看县志里面有没有记载100多年前发生过什么奇特的事。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让你出门？为什么不让你联系薛灵桥吗？知道。知道了还这么做？以前你最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就是避免风险，不断地提醒组织里的其他同类。现在呢，你一次次地打破自己的原则。如果薛灵桥发现了我们欺骗了他，知道我们带走了他的孩子，会造成多大的混乱，你不清楚吗？对不起。我去过现场了，李教授是在集体劳动后休息的时候突然不见的，就像凭空消失一样。他之前帮洪世光研究过基因突变人，是不是还隐藏了一些秘密？李教授是个科学疯子，他做研究非常偏执，行为一向很怪异。你觉得他会不会跟山洞杀人案有关？之前因为他在监狱里，又是普通人，所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既然他能这样凭空消失离开监狱，我要重新调查他一下。另外，还有一件事。你说。那个组织成立的目的之一，应该是互相帮助隐藏身份吧？不是说好了不聊与案件无关的事吗？你让那个白鹿帮忙，也就间接地告诉了那个组织，基因突变人跟山洞杀人案有关系，也或许他们早就关注这件事了。所以呢？你之前答应过我，如果找到凶手，你会帮忙一起抓到他。凶手一旦被警方控制、关押受审，很可能会暴露基因突变人的事。那个组织会不会插手？还是先找到凶手，再想以后的事吧。
要我教你怎么懂礼貌吗？你倒是很会记仇啊！为什么要把我干儿子送给 S 组织？什么？别装傻了！你瞒着田径只把小福星送给 S 组织。我今天看到白鹿了，小福星还好好的在他肚子里。你是说，小福星还在？你真的不知道？秋月白那么看重你，你如果不同意，他怎么会偷走小福星？白鹿现在在哪里？告诉我！我只知道他住在那附近，具体我也不清楚。告诉我地址，我去找。等等，既然不是你同意的，那就不要冲动，再等我1天，等我完全恢复，我陪你一起去。就算拼掉这条命，我也要帮你把小福星给抢回来。暂时不要告诉田径池了吧，免得他比你还要冲动。他有权利现在就知道。小福星还在，小福星还在，小福星还在！老公，我们又有孩子了。你刚才叫我什么？老公啊！老婆，我们的薛长安还好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给黑头目，让他把我们的孩子还回来。等一下。他费了那么大的心思带走小福星，打电话恐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也对，打电话反而容易打草惊蛇。我们现在知道小福星在白鹿的肚子里，更应该安下心来好好计划。你打得过黑头目吗？交过1次手，至少不会输。但他手下还有很多人，所以才要好好计划。害虫也答应帮忙。之前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我们找不到凶手，又不守承诺把云珍送回去，是有那么一点点言而无信。没想到黑头目竟然做了这么可恶的事。哼！云珍这次立了功，回头一定要好好奖励他。哦，对了，孩子事情千万不要让小智知道啊！原来他们说的是这件事。我之前就一直觉得不对劲，我外公那么一个固执的人，怎么可能你表个态，我说几句好话就放弃自己的想法？什么意思？偷走小福星这件事，绝对是我外公和黑头目合谋干的。走，陪我去找老顽固。怎么又不提早说2声就过来了？外公，您能不能让小舅把孩子还给我们？外公，哎，不要叫我外公。既然你们都知道了，就应该很清楚我的态度。外公，您不是一直都希望我过得幸福快乐吗？我现在跟大乔在一起，过得很幸福，很快乐。不管有没有孩子，我和大乔都不会再分开。您做了一件很没有意义的事，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您应该不想让超级人类的事曝光吧？
更不想要看到自己的养子和外孙女婿为了孩子打起来吧。外公，求求你了，让小舅把孩子还给我们。他应该会听您的话吧？我们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我从来不跟你小舅去聊组织事情，有关超人类的问题，他也不会听我的呀。哎，你们在什么地方见到那女人呢？德清路口。我知道你小舅在那里有一套房子。白鹿，白鹿，白鹿！既然已经这样了，尽快评估一下风险程度。我可能已经被发现了。岳特助，我小舅手机关机了，他现在在公司吗？邱总临时决定去加拿大出差一趟，没有在公司。能把航班号发给我吗？好。去机场。千万不能让黑头目把白鹿带出国，否则就更难找到了。我知道。田小姐，你的加拿大签证是还在有效期，但这趟航班的票已经卖完了。那就买最近的一班，先买了再说。还有我的，护照在书房里。明白。房东大哥去机场了。哎，你不能去！放开我！你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吗？我知道，大小哥哥田小姐要去把小福星带回来，所以我要去帮忙啊！你不能去，田小姐可以跟她小舅谈判，白鹿也是讲道理的人，你去万一打起来就麻烦了。而且你现在还是通缉犯，去了会惹出大事的。你说的也有道理，我不应该太冲动。快，给我也买一张机票，我在加拿大还有朋友可以帮忙。嗯。国际航班执行柜台在哪儿？那边。我们的航班还有多久起飞？2个小时。害虫正在赶过来的路上，他已经联系了加拿大的朋友，准备帮忙跟踪。
你是说白露去了洗手间，然后就不见了？看监控了吗？看过了，没有拍到什么。骗子！你现在说的话，我一句都不相信。不先解释一下吗？该知道的，你们都知道了。父亲不同意你们在一起，我只能这么做。那为什么现在这么急着要带白露离开？从一开始你将我的身份告诉外公，就是有目的的吧？外公是想拆散我们，而你也顺水推舟，得到自己想要的。不是我想要的。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超级人类的未来，包括你们，也包括那个孩子。为什么小福星不能在我身边长大？你到底想要拿他做什么？现在审判我不是一个好时候吧？我要赶紧回去想办法找到白露。现在只有我可以找到她。白露到底瞎了哪只眼？怎么会喜欢你？你老实说，白露现在是不是就在飞机上？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可以去航空公司查。房东大哥，我到了，你们现在在哪儿？到了加拿大，你知道我打哪儿？你就这么把他放走了？我都热好身了。他的车刚开走不久，你想打架的话，现在下车应该还能追上他。算了，还是统一行动吧。你买机票想跟我们一起去加拿大，就不怕被警察发现吗？我又不止一本护照，变个装就好了。关键时刻你还算有点脑子，也很讲义气，没白交你这个闺蜜。那当然，我讲起义气来，连我自己都害怕。房东大哥，我们不是说好别冲动的吗？怎么突然打草惊蛇，提前行动了？没有打草惊蛇，是蛇自己发现了。也对，蛇有白露这个好帮手，瞒不过。现在我们是要怎么办啊？邱月白答应尽快组织人寻找白露，我们暂时只能等待消息了。唉，也不知道白露是自己溜了，还是被人带走的。你说白露不见了？你不在实验室吗？没有，我在外面和一个生物学教授谈事情。要我现在赶回去吗？不用了，找人这种事儿，你也帮不上忙。好，那我谈完再回去。白露要是联系我，我给你打电话。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惊讶，你竟然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带着我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我可完全没看出来，你有惊讶的样子呀。管理和隐藏自己的情绪，你应该做得比我更好。你进化了大脑，擅长于分析和计算。在你面前，
要刻意的伪装，包括一些动作和表情，很累的。再懂得计算，也受制于七情六欲，看不懂人心。人心都是脏的，你还是不要看了。人类的世界不过是力量的较量，谁的力量大，权力就掌握在谁的手中。有权力的人有义务维护公平和正义。公平和正义，这两种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过。这只是很理想化的说法，祈求有权力的人帮助自己得到公平和正义，不如自己得到力量，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自己没有公平和正义，所以在争取得到的路上亲手破坏公平和正义。你这算是什么？说吧，你把我带到这个地下室关起来，到底想干什么？你知道的，我不会害你。当然，因为我是你的筹码。不只是筹码，还因为我喜欢你。我知道你有很多的疑问，先喝点水吧。你想问什么，我都告诉你。你为什么突然有了之前没有的能力？还是你的肢体一开始就进化了，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而已？我也希望是后者。基因突变之后，就可以跟薛灵巧一样，飞檐走壁，无所不能。很可惜，我的运气没有那么好。能够在濒死之时基因突变已经是极其罕见的了，这种运气还算不好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就像是这瓶水，是还有半瓶的，还是只有半瓶的？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看来你是一个很悲观的人。不是悲观，是事实。我非常想得到一样东西，可是不管我多努力，都无法触碰到的分毫。每个人都有得不到的东西，是你自己太强求。你说的没错，我是强求，因为那是我最想要的。所以你真的研究出了超级人类的兴奋剂？在来到这里之前的半年，我就已经研究出来了。这几年，我一直都在寻找超级人类当初濒死时产生的诱导基因突变的关键物质。虽然没有找到，却让我研究出了你所谓的超级人类的兴奋剂。你只猜对了一部分，有肾上腺素、血液、干细胞，还有很多其他的。研制方法也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因为有了这个，你才可以把他们带到山洞里杀害。没错，只不过很可惜，这种兴奋剂只能维持2个小时，而获得的能力比薛灵巧差得远。不，确切地说，比那个云针还要差得远。我应该早就想到的。你既然研究出了抑制剂，就很有可能研究出其他的。你错了，那只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超级人类的词典里早就没有了“生命”这个词，你到底是怎么了？薛灵巧和田径之因为交换了血液而有了繁衍的先例，正好实验室曾有组织其他成员的血液样本，我就试着做了一个实验。我想看看2个超级人类的血液混合在一起，究竟会变成什么样。你怎么能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我那么做的真正的目的，是想通过注射其他同类的血液，来获取他们的能力。结果失败了，阴差阳错的
研制出了超级人类的抑制剂的方法。你对那种兴奋剂的时效和提升作用并不满足。人类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动物。没钱的想要有钱，有钱的想要变成富豪，而富豪们想拥有更多的权利。漫长的人生，如果没有一点追求，那岂不是很无聊？何况我的强求也让我得到了一些回报。先抽出一些血备用，虽然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后来又做一次实验，把薛灵桥和田径直的血混合后，注入了我的身体。结果呢？没有产生排异反应。田径直的血似乎成了薛灵桥的血和其他超级人类血之间的融合剂。你用这种方式获得了薛灵桥的力量。我已经说了，我的运气没有这么好。我只是用薛灵桥和田径直的血，研制了一种新型的兴奋剂，注射了之后，可以获得薛灵桥血液当中的部分力量，比之前要强，而且维持的时间也可以达到10个小时。你这么执着于获得力量，到底想要得到什么？你不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配得上超级人类的称呼吗？看来强大的力量让你获得了快感，你已经有了心意。外卖快凉了，我们先吃饭吧。田小姐，你不吃一块儿吗？吃一个吧，很好吃的。不想吃。今天还真是兵荒马乱的一天。不过发现我干儿子还在，是件天大的喜事，值得庆祝。来，害虫说的没错，虽然我们没有把小福星带回来，但至少知道他没事。我知道，可能是因为我太贪心了吧。知道他没事之后，就很想尽快见到他，而且我还想当面问问白露，为什么要欺骗我。难怪他跟我视频交流的时候，从来都不移动身体。白露会不会是有什么苦衷啊？不是苦衷，他喜欢秋月白，认定只要是秋月白做的决定都是对的，所以才会心甘情愿。白露妹妹的眼光真是不太好，喜欢她还不如喜欢我呢。喜欢你？喜欢你，你能给她幸福吗？说的好像你能给她幸福一样。年龄果然是有优势的，处乱不惊，该吃的吃，该喝的喝，不像普通人，遇到一点小事情就喜欢伤春秋。你觉得超级人类比普通人类高级吗？难道不是吗？
所以你才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割几10刀，没有任何的罪恶感。你觉得他们是低等生物，跟你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没有区别，是吧？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神的话，神想要处置我们的处境难道不一样吗？你说的那不是神，是恶魔。那2份调查报告，你看过吗？看过，我还去查了县志，但没有找到关于你的线索。我这样的小人物，死了也就死了，还能有什么记载？可如果我是恶魔，那他们的祖辈也好不到哪儿去。可他们都是无辜的。普通人类的生命太短，他们不是常常说，孩子是他们自己生命的延续吗？他们将权力、地位和财产都让后代去继承，让他们在一出生就比别人富有，比别人高贵。按照你刚才的意思，他们手上沾的鲜血、签的人命，可以在他们死后一笔勾销。这样难道就公平吗？每个人的出生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是啊，出生没办法选，基因突变成什么样也没法选。所以在我可以选择的时候，我想要改变自己的命数。我这么做难道有什么不对吗？以作恶为手段当然不对。洪时光的下场你是知道的。洪时光吗？他已经很值了。我想他死的时候，应该也不会后悔放干了薛明桥的血吧。所以那2份调查报告，是你找洪时光帮的一个忙。没错。你怎么会认识洪时光？你忘了吗？我一直都在负责前沿科学的资助和投资，所以我很早就关注了李教授主导的干细胞研究中心，也知道他有一个秘密的资助人。后来，薛灵桥从博物馆被运去做研究，路上发生车祸，莫名其妙的消失，这些我都有关注到。你比我更早就发现薛灵桥是超级人类，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因为我想先看看李教授究竟能研究出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后来我调查到，洪时光就是他的秘密资助人，也知道他借助薛灵桥的血活了100多年，这太让我惊喜了。惊喜？洪时光的存在是一个罕见的案例，很值得研究。你们见过面吗？在他还好好活着的时候，我主动联系了他，见过1次。他告诉我，他想要变成真正的基因突变人，也计划好了改造自己的方法。我从心里很希望他能够成功，许诺他如果成功了，可以帮他介绍加入我们。他也还了我一个人情，利用他的关系网，帮我调查了仇人的后代。据我所知，当时是李教授临时反悔了。幸好是这样，我也是2个月之前才发现的。如果李教授当时那么做了，洪时光会死在手术台上的。你舍不得他死？他这个人让我又爱又恨。什么人这么嚣张，敢找超级人类的麻烦？洪时光的女秘书叫方晓。洪时光？她藏了些薛灵桥不能曝光的资料，被方晓拿到了。因为知道了方晓的事，所以你担心洪时光也保存了你的资料。虽然我和洪时光见面并没有透露什么，他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调查那2个人的后代，但洪时光不是一个一般人，我害怕他在背后调查我，所以我以薛灵桥的名义约了方晓见面。我可以治好你的病，
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找我和田静之的麻烦。如果你同意的话，就来见我，时间和地址在信的背面。要加沙拉酱吗？冰箱里有。不用。见到方晓之后，你应该看到那2份调查报告里面没有关于你的信息。当我去问他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暴露了。所以你去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要杀他。是他的贪欲害死了自己。如果他不去勒索田静之，我想我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有他的存在吧。你比他的贪欲更重，没必要为自己找理由开脱。我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神来惩罚我，我也不会后悔我之前所做的一切。也许神已经在计划审判我了。明明是很隐秘的山洞，却偏偏被发现了。明明是一个那么好的烟雾弹，却等不及我离开就失效了。你带走洪时光也是早就计划好的。原本我只是想观察，洪时光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山洞被发现以后，消失的洪时光正好转移了李延之的注意力。如果他能再活得久一点就好了。你什么时候开始计划要栽赃云珍做替罪羊的？云珍，你干什么？江以恒他和我一样，没有进化肢体。哦，原来你是个废柴啊！神也真是有意思，偏偏让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得到了力量。如果不是老大糊涂，他早就已经被放干系冻起来了。你嫉妒他？不是嫉妒，是厌恶。其实我最开始的目标，并不是那个叫狐狸的女生。还有一次，我差一点就动手了，可是田静之在，所以我放弃了。神也是偏心，总有些人很走运，总有些人不走运。你又多杀了一个完全无关的人。老大不经常说吗？非常时期非常手段，所以为了目的，有些牺牲是在所难免的。你不也很赞同吗？他的目的跟你的目的不一样。你刚刚还说，以作恶为手段，就是不对。时间不早了，你该休息了。我竟然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重要的工作伙伴，认定你可靠、温和，可恰恰是这些束缚了我的思维。等你今天早上问我那些问题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快找到真相了。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到底打算用我交换什么？交换成功以后，你自然就知道了。也许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能更好的聊聊天。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兰呀？明天吧。今天这一天我太累了，想好好睡一觉。晚安。有氧运动能让你的身体产生多巴胺，驱赶负面情绪。热量被消耗后，有了饥饿感，你才会有进食的欲望。未婚夫，你想让我不要焦虑的心，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失眠了一整晚，刚要睡着就被你拉起来，现在你就算给我1吨多巴胺都没用。那我们回去睡觉吧。啊？我的意思是，我们一起回去，你睡觉。可是我连走回去的力气都没有了。你说，你一定会把薛长安带回来。我一定会把薛长安带回来。你说，薛长安会平平安安的。薛长安会平平安安的。你说，我说什么？你复读机啊？我复读机啊？你回去就给黑头目打电话，让他来见我，跟我汇报情况。好。喂，给我拿瓶啤酒。怎么这么急叫我过来呀？到底什么事儿？我找到了可以提升超级人类 level 的办法。提升 level？ 对，比如像我，本身就是超级人类，可是肢体没有进化。但是，通过兴奋剂，可以短暂将我的肢体爆发力量。你研究出提升能力的兴奋剂了？什么时候的事？老大，你好敏感啊。没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自己亲自测试的。不仅是兴奋剂，我还找到了直接晋级的办法。看来你还真是瞒着我，做了很多事儿啊。我也不想瞒着你的。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但是除了延续奇迹，我更想要创造奇迹。创造奇迹？说说看。我们超级人类的共同点是不老不死，但是每个人进化的方向不同，进化的并不完美。我们可以通过外科手术移植同类的红脊髓，让一个超级人类趋于完美。你经过实验了，成功率呢？没有，现在只是理论上，还需要有人去实践才行。那看来，你已经找到实验对象了。你不觉得徐灵桥是个很完美的实验对象吗？他根本就没打算加入组织，说不定还会成为绊脚石。
你那么看重他的能力，将他的红脊髓移植给我。我本来就是组织的人，我受益获取他的力量，你得到更有力量的臂膀，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我倒是没有想到，你对力量竟然有这么大的欲望。我以为学医的人都是为了悬壶济世。悬壶济世？我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济世啊？你们进化了肢体，潇洒的活了那么多年，现在才觉得迟。而我的不老不死，却要小心翼翼四处躲藏，就像受到了诅咒。所以你渴望力量。你知道我是怎么基因突变的吗？不是因为掉下山崖吗？我说了谎。号外！陈天华为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犯日本投海宣国。号外！陈天华为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犯日本投海宣国。号外！东方，时候不早了，该送妈妈上学去了。哦，师傅，你在看什么呢？师傅，日本留学生都罢课了，我这日本大概是去不成了。东方哥，我就说了，你去留学去什么日本呢？你要学西方医学，那就去英国，去美国。瞎说什么？小孩子家家，就是想去哪就能去的吗？东方学的是日语，不是英语，去那里呀，说什么话都听不懂。快走吧，东方哥。东方哥，你跟着我爹学医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非要留学呢？我真的不懂哎。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被日俄侵略，在战场上我学的中医术就不适用了，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把他们都赶出去，否则我们就要任他们宰割了。那我也要好好学习，将来保卫国家。慢慢有志气。走。曼曼，上学去啊？让欧阳哥哥送你去吧。走开！我才不要你送，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师哥，曼曼还是小孩子呢，您把她给吓着了。滚开！你算什么东西啊？跟你这种吓人的儿子在同一个学校里念书，已经够晦气的了。哎，建成，他爹娘在你家里做下人，你也算他的主子了吧？你也不管管他。江东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连这个都要管，不合适吧？少爷，曼曼还是小孩子呢，她害怕。师哥虽然好，可曼曼不愿意，强求也不合适吧？风华哥可不是我，跟你没有一起从小长大的情谊。别给脸不要脸，开车。曼曼，欧阳哥哥会想你的。东方哥，他们太欺负人了，都怪我。没事的，都怪我。韩信都能受胯下之辱，这点又算什么呢？再说了，师父没把我当外人，你等于是我的亲妹妹，我有责任保护好你的。好了，别哭了啊！再哭啊，就变成小花猫了。走，我们快去学校吧。你整天和欧阳家那个败家子混到一起，
他抽大烟，玩女人。他老子只不过是英租界的一个巡捕，整天给他擦屁股。你跟他学，你想把老子的家业全给毁了啊？娘，我回来了，有吃的吗？嘘，小点声，老爷又在训少爷了。他又怎么了？这少爷和那个欧阳家的少爷去捧戏子，这被老爷呀给撞见了。一样的迷，样板样的人呐！你看看人家东方，你和人家差哪儿去了啊？走。真是作孽！你说这老爷好好又提你做什么呀？少爷又该找你晦气了。娘，你别担心，他呀就是少爷脾气，没什么坏心眼的。哎呀，我知道，你呀是怕娘担心。少爷是怎么对你的，娘心里是知道的。幸亏你快去留学了，离开这个家，将来啊有一番作为，咱也做个老爷。都什么年代了，还做老爷？娘，反正我现在也长大了，您的好日子都在后头呢。好好，娘这以后啊就等享你的福。嗯。嘿，老爷，老爷，东方啊，这么才回来啊？对，放了学去了医馆。今日码头拉货，工人们啊排队来贴膏药，所以忙得晚了一点。老爷最近总是腿疼，师傅新配的风湿膏药做好了，我给你带了一些来。哎呀，新城啊，能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都是他娘，给他宠坏了。你和新城打小长大，你就是他哥哥，在学校里多多照料他的功课。他有不对的地儿啊，就说说他。哎呀，老爷，老爷，您这是看得起他。东方啊，他笨嘴拙舌的，都是少爷在照料他呢。这孩子啊，也是个死读书的书呆子，这少爷将来可是要做官老爷的。将来这东方还是要跟着少爷的，还指着少爷给他口饭吃呢。江妈妈呀，江妈妈，你和老江在郑家做事儿30年了，你们的婚事还是老爷子给办的，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哎呀，老爷，您说的是。你看我这笨嘴拙舌的也不会说话，那我就先去后厨了。这炉子上啊还炖着太太的燕窝呢。好，去吧。好，老爷您慢走。哎。带走了？被谁带走了？就是那个有洋车的郑少爷和上次来学校里给曼曼送花的欧阳。是被拉上车的吧？往哪边走了？不是，是曼曼自己上车的。那个欧阳少爷说，他就是想请曼曼去咖啡馆喝个咖啡。曼曼可讨厌那个欧阳了，怎么就跟着去了呢？我去找他。曼曼，跟着我好不好？东方哥，你还真是狗皮膏药，到哪都能见到你。我们喝咖啡的，滚！对不起，师哥，时间太晚了，曼曼得回去了。曼曼，你看你这个下人的儿子想护着你，可是在主子面前听话的跟条狗似的，连叫一声都不敢。将来你若是跟了他，说不定啊，他把你送给他少爷，生个便宜儿子呢。你胡说什么？
曼曼是我妹妹，你侮辱我可以，但是不要侮辱她。我就侮辱她，怎么，来打我？曼曼，我们走。站住！少爷，你有什么吩咐？你还知道我是你少爷呢。你别以为我爹夸你两句，你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你们不是说过，只要我来跟你们喝咖啡，你们就不为难东方哥？好啊，那你亲一见风华哥，我就让你们走。哎，这个好，你不是心疼你东方哥吗？来，你们不要太过分了！江东方，曼曼，没事吧？少爷怎么样了？你这马上就要去留学了，你忍忍不就行了吗？你说怎么这个节骨眼上就惹上少爷和欧阳家的少爷呢？一会儿少爷要是醒了，你跟他好好的赔礼道歉。娘，我不道歉，我没错。咱家是穷人，没钱没势的，他大漏牙这还得活血吞，你说那怎么办？你可是爹娘这辈子唯一的指望，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出什么岔子呀，东方。咱得低头。啊，东方，我请你了。啊，哎，老爷，不是，快给老爷磕头认错，快，赶快给老爷赔礼道歉呐！我求你了，啊！老爷，他知道错了，您和少爷就原谅他这一次吧。你知道错了吗？老爷，我错了。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能给他打成这样？你和新成一起长大，我本指望你能效忠于他。现在看，我是错的，你就是一只养不熟的白眼狼。这钱拿去看你的伤，出去别说挣钱，苛待下人。老爷，东方，我们回乡下也挺好的，手里有点积蓄，再种2亩地，咱们也够跟你娘活了。嗯，是啊，你把我们送到乡下，明日就回城里，不能耽误你读书。我们和孙大夫已经说好了，你就住在他医馆里，他有人看铺啊，也放心。我们这辈子伺候人也伺候够了，不想儿子跟我们一样被人糟践，被人看不起。东方，你可一定要有出息啊！将来有本事了，成为了人上人，钱在你手里，棍棒也在你手里，到时候
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知道吗？知道为什么啊？这都是因为你！害怕吗？求我，求我，求我，说不定我可以放了你。啊！滚！王八蛋！你们都是王八蛋！你根本不会放了我们的！你还挺了解我。埋了。娘，不是说吓唬吓唬就好了？你还真埋啊？我爹可是巡捕啊。你爹是巡捕，那正好啊。我出钱，你把上下关系打点好，他死了，就没人阻拦你追医馆的那个小丫头。快慢快慢，磨蹭什么呢？你们会遭报应的！你们子子孙孙都会遭报应的！我们的子孙会不会遭报应，我不知道。但是你们家从此就要绝后了。一航，你应该早一点跟我讲这些事儿，找个人说出来，心里也许会好受一些。白露说，临死时基因突变的人，运气是很好的。我最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就死了，说不定才是幸运的。我怎么跟你讲起这段往事呢？我变成了一个没用的怪物，远走他乡，躲躲藏藏，不能为父母报仇，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在乎的人。即使我成为超级人类，可在我们这个群体里，我依旧没有任何过人之处，是最弱小的一个。你连低温都可以抵抗，你的身体没有致命的弱点。我和薛灵桥在这方面都吃过大亏，这一点，你不觉得是过人之处吗？可你们手里有棍棒，而我却赤手空拳。钱在手里，棍棒也在手里，我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可当你有了棍棒的时候，你是拿着棍棒去保护那些像你一样的人，还是用它们去打像你这样的人？老大，你真觉得我们可以干干净净的往前走，直到我们超级人类能够站在阳光下的那一天吗？古往今来，通往盛世的路上，是要踏着鲜血和白骨走过去的，怎么可能避免流血和牺牲呢？我们只能用最小的代价，来达到最大的目的，不是吗？目前牺牲薛灵桥是最好的选择。你需要我，也需要薛灵桥的能力。